理部专员梁慧柔。那我现在呢就在 CF 的现场。那 CF 其实是全马最大的动漫展。有些人以为动漫展就是一群人在玩，不务正业，但你眼前看到的其实是一个1年1次几万人涌入的文化盛会，以及商机巨大的产业现场。如果你不看动漫，你可以把 Comic Fiesta 想成动漫界的年货市场、创作市集、展览会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创作与表达。很多人是靠这一类展会把兴趣变成收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oe， 然后是一个 coser。我最开始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 cos， 那时候其实觉得就是去玩一下咯，来 CF 就这个 event， 那时候其实 event 不多，就只有可能几个大型的，就 CF 啊、AMG 啊，这样子就没有了，就没有那种小的 event。刚开始接触 cos， 然后发现到其实 cos 特别有趣，就它是就有一个很新奇的体验，就是你来到这里，你看到你 cos 了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角色，然后你遇到同样喜欢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你会突然间觉得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归属，没有错，就是觉得很幸运，然后还是什么，就是然后人家跟我们拍照啊，他们很开心，我们也会很开心。这样你最喜欢你 cos 的哪一个角色？可以，我最喜欢的话，还是全部都很爱？其实很难选，因为每一个阶段的我 cos 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觉，然后我肯定是跟之前进步了很多啦，就是在妆容上啊 cos 上面啊，所有的准备肯定是会进步的嘛。然后今年也是 cos 了这样多年，可能是游戏角色我会比较喜欢，因为相对来讲配饰上会比较丰富，所以就会出去就比较好看。OK， 现在由我们的 Zoe 带我们逛一下整个coser 的这个地方，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？其实可以看到，就 coser alley， 就是它这次弄得很好，就是它比之前进步了。因为我前几年来的时候，它很窄，它就是你连排队的地方啊，我那时候排啊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排给哪一个 coser， 完全看不到头。现在宽了很多，而且你可以看到，就 coser alley 全部布发都是一些帅哥美女。不过帅不美又开不到。OK，So 你现在介绍我们第一个档口，第一个 booth 要哪一个？可以看一下影子，白色头发呢，超级漂亮，可以看到很漂亮，而且它很高。前面其实讲真的，就是 event 里面啊，很少有真正的男 cos， 很多都是女生 cos 男的，现在很多都是刚好 cos 很正常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前面就是有一位，就是2位男 cos 都是特别好看 cos， 我个人都很喜欢他们啊。你知道她是女生。这里可以看到，其实他们很厉害，特别厉害，就是因为一个女生要去塑造一个男角色是不简单的这件事情。有什么地方她需要其实女扮男还要克服？我觉得其实女扮男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你的五官一定要立体。我觉得如果你不够立体，很难出到很好看的男性角色，因为你讲在纸片的世界、2次元世界里面，很多的纸片人啊，他们都是比较立体的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1年里唯一一次可以放心做自己、被理解的地方。我现在在会场已经大半天了，可以看到整体的安排非常有序，氛围也非常的和谐，大家不分族群来到这里庆祝 ACG 文化。OK， 所以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 cos 的是什么？今天 cos 的是5年鬼。5年鬼就是《千与千寻》的那个。OK， 这样你整个 cos 的东西大概花了你多少钱？应该是有100以内罢了。100以内。My name is Alia. Hi. Family dulu strict. So after when I school, I cannot go to here. And then I know CF from online Facebook, and I want to go after my SPM. So I go. I never miss until now. 我是雷赛，在电锯人里面的那个角色。OK， 所以你整个 cos 的服装，然后整体大概多少钱？大概50到80块这样子，因为大多数都是买材料然后自己做。如果做的话，我应该是花了大概1-2个星期这样子。
OK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港漫动力的这个 booth 前面。那港漫动力它其实是香港政府资助的一个 initiative， 所以今天会有香港的漫画家，然后来跟他的漫画迷见面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。可以跟我们一个观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我叫邵明，然后我是马来西亚漫人协会的会长，同时也是马来西亚那个创意 IP 协会的会长。Comic Fest 它一般上我们是简称为 CF， 然后 CF 它其实已经是20几年了，它已经办了21届了。然后它从一开始其实是在一个咖啡厅里面，很小的咖啡厅办了一个小型活动，然后成长到现在。然后我们呢就是看住它成长的uncle auntie 了，然后它现在应该是全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动漫展。CF 一开始最有名的就是 cosplay， 但是到现在发展成它已经是商业的展位，跟 cosplay 还有同人呢都一样大了。进来之后一定是在商业摊位的，是现在我们在的地方商业摊位了。那后来你才可以通过商业摊位上去同人跟 cosplay 的地方，所以你现在会看得到最多人潮的是在商业摊，但是多一下子下午。最多人潮的就是在上面了，上面会更疯狂了，因为其实所有的不管是同人或者是马来西亚的独立创作都在上面，都在那个同人区，然后是非常精彩的。我是觉得你来 Comic Fest 除了这些一般的大品牌、大 IP 之外，是不能够错过那些 cosplay 同人跟那个原创的。整个产业链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？因为其实现在在海外呢，所有的国家不只是马来西亚，包括印尼、泰国、菲律宾或者是中国大陆，然后他们叫古资，就是这些其实已经是最大的一个新的商机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都可能我们讲出版业传统出版业已经下滑了，但是这些粉丝呢都转去商品，然后他们会很舍得去给钱去买商品，所以造成整个消费的市场呢是在这10年是几何倍数在上升的。所以好像你现在来到 Comic Fest 你会看到非常多的牌子，非常多的品牌都在里面，然后大家都是拼命买。然后这个产业链其实在马来西亚一直是被忽略的，但是从今年开始呢，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些零售市场呢，就是开始看到很多中国的品牌啊，像比较有名的是名创优品 Miniso 啦，然后后来就是九牧也进来了 ，KKB 也进来了，X11也进来了，这些都是以动漫商品为主的零售商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市场的潜力是比很多零售市场，甚至我们可能讲是一些一般的生活用品都来得大。因为动漫的商品、授权商品的范围是非常广的，它不管是一些周边、生活用品，甚至食品都有，所以它涵盖的市场非常大。然后这一点是马来西亚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忽略的。它未来会带给马来西亚很大的一个贡献的，只是现在没有人去统计，没有人去计算，这个行业其实给马来西亚带来了多少收入。那好，今天大家跟我逛了一整天的 CF， 希望大家对 ACG 文化可以多一点了解，少一点偏见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